今年的新北選戰真是全台灣最勁爆、最有懸念的一場大戲。原本呢，新北選戰大家都覺得是毫無選擇，對吧？畢竟藍白聯合治理，強強聯手。我們的川博李四川也是工程界的定海神針，在哪兒都是拿政績說話。可誰能想到，最近的一份民調，直接讓整個藍綠陣營都炸開了鍋。那個原本居於劣勢、苦苦追趕的蘇巧慧，居然搞出了一個黃金交叉，反超了川博0.2個百分點。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還有毒油風暴的肆虐，卓榮泰是否擔起了自己的職責？接下來我將為大家一一揭曉。那麼就從這份讓綠營嗨翻天，讓藍營冷笑的民調開始吧，看看這裡面到底藏了什麼貓膩。回顧新北市長選戰的近期民調軌跡，川博起初憑借着極高的知名度與扎實的施政實際，占有穩固的優勢。在6月份的 TVBS 民調裡，李四川還以 39.2% 穩穩領先蘇巧慧的 33.0%， 雙方有超過6個百分點的顯著差距。可誰能想到，這才過了短短1個月，綠營的攻勢就鋪天蓋地而來。7月16日，新台灣國策智庫公布的最新民調顯示，蘇巧慧居然衝到了 40.2%， 反超了李四川的 40.0%。雙方的差距只剩下不可思議的 0.2個百分點，雙方從拉鋸戰直接變成了貼身肉搏。那麼到底誰的勝算更大呢？我們先說川博李四川，典型的黑手流出身，他不是那種含着金湯匙出身的政客，他的一生都在跟水泥、鋼筋、圖紙打交道。幾十年的基層公務員生涯，他在台北修路，在新北蓋橋，在高雄治水。他話不多，總是那一臉憨厚務實的笑容，甚至有點老派，不懂得怎麼在鏡頭前作秀。但就是這雙長滿老繭的手，給了新北市民最踏實的安全感。再看另一邊，蘇巧慧，她身上的標籤太亮眼了，名校律師、金牌立委，還有那個如雷貫耳的父親，衝衝衝，蘇貞昌。蘇巧慧完美繼承了蘇家那種極具攻擊性的活力與文宣天賦，她是典型的自媒體時代寵兒，但與此同時，她也背負着蘇家小公主的沉重光環。這種光環既是她的鎧甲，也是她的軟肋，讓她在面對庶民生活時，總隔着一層精英階層的濾鏡。這次民調的突飛猛進，與其說是蘇巧慧個人的爆發，不如說是綠營在用強心針制造幻象。就比如2018年的選戰，同樣的機構說蘇貞昌只輸 2%， 結果呢，侯友宜贏了29萬票。所以現在的蘇巧慧雖然像鴨子划水一樣拼命想游進深藍區，但她能否擺脫骨子裡的傲慢，真正讀懂新北市民的心，需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更何況最近發生的一件食安大風暴，徹底撕開了蘇巧慧所在綠營的那張漂亮包裝紙。這幾天全台灣最讓爸爸媽媽揪心的，就是那個致癌的中聯油指毒油事件。台灣市民交稅是請政府來把關食安的，結果我們吃到了致癌油，大家要一個真相，過分嗎？結果呢，民進黨的發言人吳崢在節目上被問到滿頭大汗，居然直接爆出一句神回復，他說：“又不是我逼你吃，你們听听看，這是人話嗎？”這讓我想起了當年蘇貞昌老院長在立法院對着我們家蔣萬安市長囂張反嗆，在那兒叫什麼？果然是父女同心，黨性傳承。這種骨子裡的跋扈，真是一點都沒變。蘇巧慧作為綠營在新北的頭牌，至今沒敢對吳崢這句話放一個屁，因為他心裡比誰都清楚，這不只是一個發言人的失言，而是整個民進黨執政團隊從骨子裡散發出來的系統性傲慢。你們看，最近不僅是發言人嘴硬，連我們的行政院長卓榮泰處理毒油事件也是一路蓋牌，推卸不認錯。毒油風暴燒了10幾天，民怨都快炸鍋了。新的致癌油批號還在不斷爆出來，結果我們的卓院長在立法院被質詢時死活不道歉，直到7月17號，卓榮泰跑到宜蘭出席活動，現場直接被憤怒的民眾包圍，大家拉起大大的白布條，高喊傲慢院長下台，食安放水下台，眼看民怨的壓力鍋真的要炸開了。卓榮泰才終於不情不願地鬆口說了句感到抱歉，可是明眼人都能看出來他的道歉有多敷衍。
他不是在國會向全體民眾正式道歉，而是在陪着自家候選人跑地方政治行程時，順便對媒體嘟囔了一句：這根本是拿全民的食安危機在做政治應酬。更讓人心寒的是7月15號在台中的那一幕，卓榮泰在台中同樣遇到藍營議員高舉院長下台抗議，結果你們猜怎麼着？旁邊的僑委會委員長徐嘉清居然湊到卓榮泰邊，拍着他的背，小聲嘀咕：“是盧秀燕叫的。”我都感到不可思議。市民吃毒油要一個真相，要院長下台負責，在民進黨高官眼裡，居然全是政治鬥爭，全是盧秀燕在背後搗鬼。這種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市民抗議都是被政治操弄的傲慢邏輯，真的能守護我們的下一代嗎？當某些人還在忙着政治鬥爭，推卸食安責任，忙着把抗議甩鍋給地方首長的時候，真正想做事的人早就默默開始為新北市民的健康打地基了。就在7月15號，川博沒有去噴口水，他直接拋出了實打實的全齡護牙政見。他不講那些宏大敘事，他講的是我們每天都要用的牙齒，從國小1年級免費塗氟，到55歲原住民65歲長者補助假牙最高5萬元，甚至是重度失能者的口腔照護經費，他全想到了。綠營有人酸他，說他這是在跟進蘇巧慧的政見，川博直接冷笑一聲，這是延續侯友宜市長的政策，我只是把它做得更細更升級。這就是執政格局的差異，一邊是面對毒油風暴和民眾抗議，只會翻着白眼說沒逼你吃，或者捂着耳朵說是盧秀燕叫的傲慢陣營；一邊是面對市民健康，細心到連長輩假牙補助都想好的務實老兵。這就是為什麼我始終認為藍營才是最愛台灣、最懂生活的政黨。我們不要那種只會搞文宣、搞對立的政治明星，我們要的是一個像川博這樣能幫我們把關肚子裡的安全，還能照顧好我們全家牙齒的家管型市長。但我也得說句公道話，新北選戰還有3到4成的中間選民在觀望，這些選民不看顏色，只看生活，他們正在這場口水與汗水的較量中尋找答案。各位市民，我們摸着良心講，新北市有400萬人，它是全台灣最大的市，也是很多離鄉背井的人安身立命的地方。這裡的菜市場攤商，這裡的工廠藍領，這裡的上班族爸媽，大家真正想要的是什麼？是那種天天在電視上喊口號，結果連1桶油都管不好的執政團隊嗎？還是那種把所有要真相的抗議民眾都抹黑成是別人叫來的政治鬥爭？都不是，我們要的只是一份常識。常識就是做錯事要道歉，食安出了問題要糾責，院長做不好就該下台負責。常識就是市長應該懂工程、懂民生，而不是只懂得怎麼發臉書。現在的蘇巧慧雖然頂着衝衝衝的拼勁，但這股勁兒裡透着一股完成家族志向的野心，而李四川的穩，則是來自於幾十年來在泥濘裡打滾的底氣。他能成功整合藍白，吸納近75%的民眾黨支持者，這說明連最挑剔的年輕人也開始厭倦了民進黨的政治口水口號，轉向擁抱務實。我知道有人會說川博不夠帥，不會跳抖音，不會講段子，但我告訴你們，治大國若烹小鮮，治大事如修橋樑，那種不溫不火卻能解決成灘的魅力，我在蔣萬安市長身上見過，在川博身上也同樣看得到。這種力量叫做藍色的務實力量，它不煽情，但能讓你安心睡個好覺；它不華麗，但能讓你家門口的路不積水，長輩的牙不酸痛。隨着選戰的持續，這場穩定守成與創新突圍的路線之爭，已經進入了最後的割喉階段。但我始終相信，新北市民是有智慧的，大家會選擇那個懂工程、護牙齒、肯做事、面對民怨懂得反省的川博，還是選擇那個背後站着吳崢，面對市民要真相，只會說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傲慢陣營。屏幕前的各位，特別是住在新北的朋友，如果你也覺得比起虛假的民調，手中的那碗飯、那口油，家人的健康更重要，請在評論區打出川博加油，讓我們看看務實的力量有多強大。別忘了給這個視頻點個讚，分享給更多還在被綠營幻術迷惑的朋友。我是奇藝，始終堅持用最真實的角度解析事件，用最藍的情懷守護台灣。新北必勝，台灣必勝。我們下期再見。